看全世界的啦，这个资料有点点不是太 update 的，但是基本上也应该差不多了哈。美国现在还有将近100个那个什么那个反应炉在运作。美国当初自从三里岛事件，等一下我们介绍三里岛事件，自从三里岛事件发生之后，它是不准在新盖核电厂，一直到，但是呢，到大概一个更久之前，大概应该是10年前，它开始核准现有的电厂延役。一直到福岛事件之前的1-2年，其实福岛事件真的是发生的就在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在福岛事件之前的1-2年，全世界又开始风起一个核能热，因为那时候石油价钱很高，那时候连隔壁学校都快要几乎已经要把核工所的名字换回来了，都已经有在谈要把核工所的名字换回来，那时候是核能热，所以那时候美国又开始核准新建核电厂，但是福岛事件发生之后。全部都暂停，都冷却下来了。所以就是因为一个大事情，让大家开始反思，说我们到底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让反思一下，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的权利跟义务，我们获得跟付出。我是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基本上美国，但是美国在用核能发电的那个发电的那个比例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高了，因为美国那种国家大就有这个好处啊，各种能源都有啊，这在他们里面只是。不占没有太多了，当然你说要把它废掉，当然会不会有一些小问题？会，但是问题不会大。而且美国地方大，电网很那个，所以常常这边电不够就跟买那个电。其实你知道吗？这个电网的问题，台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网的问题啊。台湾不能跟外面的国家连接啊，不要讲说跟外面国家，台湾连跟澎湖连接都要花很大成本啊。澎湖的风力发电大部分都卖回台湾啊。因为澎湖不需要那么多电而且澎湖风大的时候是冬天冬天不需要那么多电大家有没有冬天到过澎湖啊？我在澎湖当兵冬天那风之大，那时候我们在工兵我是工兵营的，那时候我们要建那个雷达站，那边一个叫什么山有2个雷达站，我们要站的。那个你如果是把那个板子拿起来你可能会被风吹倒那风很大，所以冬天的时候风很大。冬天的时候，澎湖不开冷气，所以然后那个游客也不多，所以冬天的时候，澎湖的电就要卖回台湾来，但是这个电网，你看那个要迁过来的那个成本多大，所以德国，你看德国跟日本就是两个极端，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福岛事件之前就是说那个已经有他们有一些就是执照更新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申请中。有10座，计划中的26座，然后核准了已经更新了4座。那在福岛事件之前好，这个就是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就是反正德国现在大部分都又冷却美国又冷却下来了好，日本跟我们讲说德国大概是全世界现在好像是废核最成功的，日本是被强迫废核了，也不是心甘情愿，是强迫的那德国是也不能讲心甘情愿，就是说大部分人心甘情愿。但是德国废很成功，当然第一个就是人民愿意付出环保的代价，他们的那个电费大概是我们的3.7倍，大概将近4倍左右。第二个代价是什么？他们旁边有法国，实际上德国南部电是不够的，他必须要从法国进口电，某些地方的电够，它可以输出，就变成说你可以做交易所以有这个做交易的话，基本上那种感觉就好像说我把高污染的产业放在你国家，我就使用后端就好了。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叫做石化工业在台湾做石化，然后成品销到美国去这样子，把高污染的东西留在你们国家。但是我觉得德国跟法国那么近，就隔壁而已。如果法国有问题，德国会没事吗？这个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觉得，意大利号称是什么？意大利号称全国没有建核电厂，但他们使用的也是好几十的核电法国来的核电所以你应该以后要做那种核能，我们应该希望说不要用核电，而不是说号称自己没有核电厂，但是用别人的电，这样也不对。日本本来是很离谱的，全世界就是几个核能输出国法国、美国还有日本，这几个都有大型的核能输出的国家。日本在福岛事件之前有55座，你想想看，美国那么大也才几座，100座而已日本就有55座之前他们占了他们好像30%以上福岛事件之前30%的电是靠电力的。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早期就是没多早期就是福岛之前核电厂是很多的。你看日本的核电厂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你看，我们台湾那个现在3个厂6个反应炉，跟他们比起来不算什么了，对不对？那个福岛在这个地方嘛，这边还有一个叫什么女七还是女川很软，所以很多对核能安全还有信心的人会讲说，为什么这个发电厂没事，为什么是这个发电厂有事？当初的震央是在这个地方，这边的震度比这边大很多，为什么这边没事？在女川发电厂，为什么这边没事，这边有事？所以说这个是跟什么管理当然还跟地形，最主要是跟管理上面也应该有点关系。所以跟那个地震的什么的强度没有绝对的关系，对不对？法国是全世界最离谱的，78%，大概是7、8年前的数据，80%的电都是核能发电，甚至电力输出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赚外汇的，所以法国的核能发电也是非常的什么技术就发达。为什么说现在核融合很多大部分的技术是在法国那边做？因为这是他们固有的工业。对啊，他们也是发展新的那个什么新的那个什么新的一些新一代的